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。上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了如何处理象拔蚌，所以今天就会继续给大家分享用一只象拔蚌做2道菜。先给大家分享这个红吸管，除了刺身以外，另外一种吃法就是这白灼象拔蚌。象拔蚌的处理和清洗的过程呢，上一期视频有过非常详细的介绍了，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洗干净的红吸管，用刀像视频中所演示的这样斜着切薄片。如果你是要吃刺身，这样切好放在冰块上面，其实就已经是可以蘸着芥末或者是一些酱料来吃了。接着来调一个白灼象拔蚌所用到的酱汁，就是把屏幕上方所需要的调味料全部混合拌匀，然后放在一边备用。煮滚一锅水，水开以后加入1小勺的盐、1大勺的食用油和1大勺的料酒，接着就把切成薄片的象拔蚌放进去烫8秒钟，然后立刻捞起，铺在盘里，淋上刚刚准备好的酱汁，再摆上葱丝和红椒丝，当然少不了淋上这个灵魂热油。伴随着这个非常疗愈的声音，我们的葱油象拔蚌就完成了。因为是活杀的象拔蚌做的，所以这个口感非常的爽脆。而且因为是煮熟了的象拔蚌，所以吃起来呢也没有这么多的心理负担，也不用担心寄生虫、细菌等等各种问题。然后肚子和内脏的部位呢，我打算用来煮一个海鲜粥。这个是处理干净了的象拔蚌的肚子和内脏的部分，同样也是把它们切成薄片。准备1小把的欧芹，这个欧芹呢我已经洗干净沥干水分了，根的部分全部切成这样的小颗粒状，叶子的部分呢切成小段，然后放在一边备用。这里是1杯的大米，洗净以后呢把它们放在锅中，倒入1大勺的食用油，混合拌匀。为了让这个粥底更加的鲜甜，我放了1小把的干贝和几朵香菇，然后加入足够多的清水，关上锅盖，开大火煮至沸腾以后呢，我们就打开锅盖，把它们熬煮成绵密的粥。我熬粥的方法呢是放足够多的清水，不关盖，保持中大火，就是这样，让米粒不停地在里面翻滚，直到每一粒都爆开花。当然你也可以使用电饭锅、压力锅等等你觉得方便的方法来熬煮一锅粥。如果大家对我煮粥的方法感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给我留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也会单独出一期如何熬煮一锅绵密的广式粥。熬到后期，当粥开始浓稠以后呢，就要时不时的用汤勺去适当的搅拌几下，防止糊底。等粥熬好了以后，就加入象拔蚌和刚刚切好的芹菜粒，我又加了少许的白米酒去腥，然后就一边搅拌一边继续煮2分钟，一锅鲜得掉眉毛的象拔蚌海鲜粥就完成了。出锅以前再进行调味，这一锅粥已经非常鲜甜了，只需要简简单单的放盐就完全足够了。再撒上适量的白胡椒粉和淋上一点点的麻油，放上刚刚的欧芹叶子做点缀，一碗非常好吃的象拔蚌海鲜粥就完成了。毫不夸张，这么大的碗我可以直接干掉2碗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